万分，冰岛征服，普定英雄。今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 Hot Spor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透过转播台现场到是114年红道杯全国冰石湖锦标赛，今天已经来到了赛事的第二天，主办单位一样是来到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为您送上今天红道杯的精彩赛事。那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在第一场地公开女子组，北市重庆国中面对的是台山队。我是秉承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与申报的讲评，这是国家队的教练张哲伦老师以及台亚卫星转播台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午安。午安，大家好。那我想我们其实在昨天的比赛过后，我们可以观察到选手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对于整个冰况做第一步的这个掌握。对，因为每一天还有每一场的冰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赛前9分钟练习就是唯一可以在赛前掌握冰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所以两队除了说自己练习之外，你也会观察另外一队练习的那个状况，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自由练习最一开始9分钟的时间，对，这9分钟的时间，你必须要先第一步的去了解到你现在一上场之后，你整个冰况到底是如何。像昨天的比赛，老师，我跟您搭到的比赛是昨天的最后一场。对，那一场我们可以感觉到场上的选手是不断的在适应冰况。对，那有其中一边其实到了我印象中是第6还是第7回合的时候，就很完整的适应了整个冰况。对，可是因为这个比赛只有8局而已，所以哪一队越早可以开始适应冰况，哪一队就越占优势。对，而且尤其我们昨天所观察到的几个，包括是在曲度上面其实是比较小的。对，所以你的弧比较不会走。对，他没办法打一个很弯的那种大曲球。对，比较不好绕。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因为你的弧比较不会走，所以就老师你们所研判的是冰其实可能比较潮湿的情况之下，所以变成说它的摩擦力就比较大。对，就是那个冰的话，你就用更大的力量来推它这样子。所以昨天其实光是要把你的弧送到耗时区里面，对，可能就困难，很伤选手的心神啊。那这场比赛北市重庆国中哦，陈慈珍、郑博如、张佳琪、王竹轩以及张玉玲。那佳琪的话就是老师的妹妹，对，她是我妹妹，她也是国家队的选手。然后你们是不是也接下来准备要一起组队出去做比赛？还是说是我们过几天的国手选拔？对，选拔赛我们2个也会搭档打混双，那我们各自也有打男子队跟女子队。对。哇，希望能够收到好的结果。老师，我们先祝福你。好，谢谢。那他的对手台山队友是林怡还有林芝这对姐妹档，再搭配刚从师大研究所毕业的张玉轩以及江晓慧。对，那林芝跟林怡他们2个也有参加过国际赛，是参加过去年的混合赛事。混合赛事就是2男2女的。因为台山队其实我们昨天有看到，台山队在昨天的比赛是面对小羽翼。对，那他们的教练就是我昨天第一场所搭到的挺力老师。对。啊，听赛会说这个经验非常丰富，非常非常的专业。对，他除了说是选手之外，他也带着我们就是这些本土的选手。对，那是他自己本身是住在美国啦。所以他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到，就是来台湾，或是到日本啊那些韩国去教我们怎么打。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也是住在美国？对，他是在美国工作，所以他特别住在美国，对，特别飞回来，对，然后来参加比赛。对，然后所以等于说，可能今天的赛事结束啊，他接下来应该还有这几天的选拔，选拔完之后他又要再飞回去。对，应该是这样。哇，这样很辛苦哎。对。我原本想说，如果是在台湾。从南部上来就已经很辛苦了。对，他是从美国来。哇，那真的是田力老师，其实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冰石湖能够在国内推广出去，做了很多的努力。他同时也是老师您的队友，对，您的队长，我们那队的队长，对，男子队的队长。所以我算是也是他带出来的选手。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国手选拔，就是从明天开始嘛。对，从后天开始，从后天开始，明天是休息1天，所以希望接下来的国手选拔都能够有好的结果。
对，不过看这个的冰面的状况，其实我觉得人人有机会啊。对，昨天你已经观察过了。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冰况变化实在太大了，所以其实每一队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获胜。我观察现在两队的第一值哦，感觉起来的落点都还蛮不错的哦。对，刚好都在大本营的前方，哎，看得出来今天无效直呼冰好像还是偏慢，对，所以可能还是要用多一点力量来丢。台山队是指黄色弧哦，那他们的第二指最终是没有过红线，形成了一个无效直弧。我两队其实在他们的弧的第一指都是有在大本营的前缘哦。那码表也是随时的在计时。对。好，过红线之后还能够再往前走一点。如果以前几值来讲的话，都是算停留在还不错的位置。对，这个后面都还可以利用到，你也可以把它敲进去。只要有留在场上，都是可以去利用的。对。就我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自己这样看了3场比赛，应该几乎快要把所有的状况都看完了。我们第一场就有看到 LSD， 然后最后一场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被时间压力压着走，或者是比分差过大的一个情况。哦，对，就是可以，如果差太多分的话，是可以提早过手，就是算认输这样。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也刚好有遇到我们昨天在低场地的裁判。对，我稍微有跟他聊一下，那我后来就有询问了一下，那昨天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当时所沟通的一个状况，那裁判就有说，因为真的比分差真的比较大了，所以赛会还希望说在正式的比赛里面，我们就还是照着本来的冰石舞的文化来走。对，否则的话，其实如果以红道杯，还是会有部分的选手可能是变成是练习跟比赛算是合在一起。对，其实很多选手他是。这个比赛是他的第一次比赛哦，首战。对，首战，因为平常练习的时候其实很难，就是做练习赛的。哦，对对对。哇，所以这样的话，除了台山队第二局的那个无效直呼以外，感觉起来今天两队在低场地的冰况适应是比较快的哦。对。那。其实公开女子组的对冰的阅读的能力，应该还是会比那个青年的。哦，对，因为昨天我们就看到是青年女子的。不过如果大家都是因为冰石湖，昨天体力老师也有提到，进到台湾可能大概就不过5年的时间。对。所以或许大家是在同样的一个起跑点嘛。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可能跟一些年龄跟对年龄历练应该也有差啦，对，我觉得应该有差，所以吸收会比较快，对，思考会比较快。因为昨天看到的青年女子组，真的就应该是以高中生为主，对他们都是21岁以下的，对，面孔也都比较稚嫩一点。对，那冰壶这个运动，它运动年龄非常的长。所以就看到很多的选手，他其实年纪都还很大，都还可以当选手。昨天也有讲评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在国外也是会有一群可能是乐龄的阶段，都还是会继续的来打。对，这个不只是对于你的整个运动上的表现，因为你其实对核心是需要控制的，在直呼的那个过程当中，还有在刷冰的过程当中。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场上是不断的需要沟通。对。所以像昨天老师您也有提到，在玩冰壶，像你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国手选拔，并不是选个人，对，是选一个队伍的。你希望就是当大家知道要刷冰的时候是有一致性的，对，不要有人觉得要刷，有人觉得不用刷。对，他是很考验默契的。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续盘的阶段喽。所以等等的最后这几值就会是关键，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在大本营里面的情况。这个稍微有点偏掉，但是借着前方的一个红色的色弧，
反而是把自己顶进了大本营。但现在比较近的是重庆国中的红色的比较靠近。大本营里面目前是3黄1红，对。但因为比较近的是重庆国中的红色色虎，所以等等台山队先攻的情况之下，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红色色虎。对，或是自己要准。对。那因为冰壶这个运动，不管你里面有几颗，不管哪个颜色里面有几颗，它只看最靠近的。对，你先决条件你要先靠近圆心。对。哦，这边是要喊暂停吗？应该不是，应该是有什么问题的，应该是有问题。他认为少植了1颗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他们的问题是。所以选手是主动的跟裁判这边做请教，还有来询问是不是？我选手感觉有一个懊恼的神情的动作，但是还不确定是怎么样，所以是要看一下。对，所以可能是自己有搞错了什么，然后现在在询问说，那解决方式对为何？要看一下他们怎么说。因为裁判现在这边也在跟赛会做确认。昨天我们第一场地的裁判也是这一位老师。哦，他们可能都固定谁是站哪一个场地。因为裁判的身影，其实如果在比赛的过程中都很顺利的情况之下，就比较不容易会被别人看到。其实一般冰壶的比赛是几乎不会有，对，几乎不会看到他其实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是像裁判这样，他就是说。有什么争议的时候才会出来，他不是说会站在场上就是抓犯规啊，或是怎么样的，他跟足球、篮球这种裁判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昨天在跟体力老师在搭配的时候，体力老师也有提到，还是庄老师的时候，就是尤奖明老师也有提到说，其实在就是赛会这边有希望，就是裁判老师可以在场上的身影再更大一点，可能有些时候是主动的出来做一些在场上情况的提点。哦，因为毕竟这个很多是选手都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所以这除了说是比赛之外，它也是一个也是算一个练习吧。所以会不会写点裁判，其实也都是在对，但是大部分的冰壶的问题的话，都是两队讲好就 OK。那我不确定他们现在是遇到什么的状况。因为刚刚看起来的话，是裁判跟赛会这边还在做确认。对，但是现在看不出来是有哪方面的犯规。如果比较懊恼的话，会不会真的就是自己有搞错什么？对，但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好，现在感觉起来是已经确认完，所以跟选手这边来回复。对，选手感觉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还在等，所以应该是跟选手说：“哦，你稍微等一下，我们再。”对，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看不出来，但是感觉应该是有什么做什么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昨天有遇到的事情是，就是在我看一下，好像是丢错顺序的，好像是丢错顺序，这是人次丢错了，对，好像是丢错顺序了。哇，丢错顺序了！啊，这个在规则上面一般会怎么样子来做调整？因为我现在还不确定他们是怎么状况，那感觉是不是台少丢了1颗？应该他刚刚第一拍去找裁判的时候是有
我隐隐约约有听到他说少1颗这件事情。对，那看不太出来是怎么样。应该不会是红黄整个搞错。其实搞错，如果是丢错颜色的话，比较没关系。丢错颜色的话，其实这个情况就算在职业选手也有可能发生，也都会发生。对，但是如果我们丢错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我是红队，那我丢了黄胡，那我就把那个胡换回来我颜色，这样就可以了。哦，对。所以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再回到红方，对，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看到什么特别的解决方式，我们也听不到，对，可能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就会不会真的是红黄完全？好，这个有进入到大本营，这个还也很近了，也是比较靠近的，所以这样的话，目前重庆国中在大本营里面的话会有2分，对，不过还有3个胡来做投掷，所以还不确定能不能够把这2分给留住。对。不过我们刚刚在收到的消息是，不是投错胡的问题？对，不是投错胡，因为投错胡的话会把胡的颜色换过来。那这样看不出来是他们刚发生什么问题，可应该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啊。不过我们每一次都要回想起来，体育老师说的，冰石胡是一个君子的运动。对，所以其实两队讲好就可以了。哇，敲了一下，但是能不能把它吹高？敲得更远。哦，敲得更远哦。好，那还是有留在场上。但是只剩下1颗比较近的。现在分数还是掌握在重庆国中手上。不过选手在投掷完之后，还是不断的在沟通这个秒数的情况，对冰况要去做了解。再回到重庆国中的直湖，但这里我觉得有一点怪怪的。重庆国中还剩3颗胡，可是他们已经轮到最后一棒来掷了，是不是刚刚少丢了1颗？所以最后一个重庆国中的直湖是。应该是这是张家琪指，他应该是指最后2颗胡。可是我刚看到他们那个区域里面还剩3颗胡，是不是刚少丢了1颗胡？所以是台山队多掷了1颗，还是重庆国中少掷了1颗？少丢了1颗吧？那可能那1颗可能就当做是就是浪费掉这样子。因为这会有责任归属，是谁引发了这个错误？谁一定都知道是谁忘了丢，对。哦，是棒次的问题，棒次可能丢错顺序了，对。所以就是在人次上面，可能丢到自己队友的棒的那个位置了。因为在冰石湖里面的话，4个人其实是有顺序差，它不是像是我们有看过其他的类似像地板滚球之类的，你是可以去协调。对，这个是4个话，第1投手、第2投手、第3投手跟所谓的第4投手，也就是最后一任投手，其实是有顺前就决定，赛前就已经决定好。所以一整场比赛，包括像是老师刚刚有提到，重庆国中这边的第4投手，也就是最后一任的投手，应该会是佳琪。对。那我们今天整场比赛，只要看到佳琪，就知道他就是最后的这2颗。对，最后2颗。对。所以是在人次上面有错。对，但看起来他们已经有协调好了，没什么太大问题。不过这个在国际赛上面也是会遇到，
应该也是会有，因为打一打会晃神，这个是一定什么运动都会出现的。好，所以如果刚刚有人次上面的错误的话，那台山队这一指或许会是这一场第一回合的最后一指。对。然后回国再来看大本营里面，目前应该还是重庆国中的这个红色色弧是比较靠近圆心的。但这边还是有在比。对。哦，所以就是刚刚的顺序错了啦，所以就是由前面的棒次这个来丢这一颗最后一颗弧。这就是他前面他少丢了，他应该是他前面的弧被队友丢走了。哦，对。不，这就是可能是双方的协调好了，就是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可以接受就好了。或是说应该是有这个规定了，真的我好像没遇过这个状况的。第一次，没关系，比赛看多了一定会有要看更多才会遇到这个状况。然后所以这样的话，第一回合比较近的还是重庆国中原本在大本营里面的这一颗，所以抓下了第一回合的分数，1-0，暂时领先。然后在第一回合有抓下来的分数所以重庆国中目前是1分的领先，不过比赛才刚开始。现在要来到是第二回合，这一回合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人次哦。对，这个一样的错误就不能再犯第二次。第一回合先取的是红方。弹道稍微有点偏掉咯。对。昨天庄老师有提到，有的时候为了要保留体力，所以如果很明显可能达不到红线，或者是很明显的偏移，其实就会请刷兵的，那就算了，就放掉。对。所以刚刚也有看到在 house 区里面这边其实就有在挥手哦。对，就不要再刷了。有特别刷，就是跟在弧的前方，你力道有放的比较大，但是停不停得住？停在里面。好，有停在大本营踢线的后方。我前几直通常都是在丢落点而已哦。对，前几直比较没有那么多需要想的。压力可能就是跟自己在比而已，看你自己能不能够把弧放在好的位置。进度这样子。这一直是有修正。要刷兵，它其实是有方向性的，基本上就是往哪一个方向刷，它就是弧就是会稍微往那个方向偏。也是有进入到大本营。所以真的公开女子组跟昨天青年女子组的那个稳定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阅读整个兵况是很快的。对。那刚刚自己不小心偏了，马上就修正回来。对。那除了看自己的弧之外，其实也可以从别人另一队丢弧里面去看出怎么样的路线是比较好。
而且因为场上是不断的有声音出现，所以应该也隐约听得到对方在说的话。对，但其实冰壶它其实就是一个君子运动，其实你要打什么让对方知道，其实也不会，这其实也不用常招什么的。对。看起来2颗黄的是比较近。对。而且冰况会不断的更新哦，包括是这2队频繁的在刷冰，还有冰壶在经过的时候，对，所以其实每一局的冰况都会不太一样。对，这个冰的变化其实是非常细腻的，包含场上的观众数，这个也会有差别。这个也会有差别。对，因为人多的话，是会比较热。哦。所以那个冰的话，就是可能会融比较多的。所以是场上还是场外？整个场馆里面的？对，整个场馆或者那一天是下雨天、下雨天、大热天， OK， 这个对于冰况都会有影响。这边一样是要直接引到大本营里面。我也是放到了后援。对，感觉2队对于冰况已经都有抓到一点。偏差没有像昨天青年女子组来的这么大。对，至少都丢的跟指的。如果看了公开女子组，老师你还会觉得这个冰况会很容易爆冷门吗？其实还是会耶，其实是因为它变化实在太大了。现在我相信老师你那个计算的习惯会一路的带在你看比赛这个过程中。哇，这一颗打得好准！好，直接 take out 到台山队在大本营后方的这个黄色色虎。对，现在反而是红狐比较近一点。那这个打完之后，刚好躲到前面一颗红狐的后面，那就是还有保护的效果。前面的狐对他还有保护的效果。那这一局就值得比较轻的感觉。应该不知道不会过红线 OK，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再进到更深的一个位置。对，就效果比较弱一点。因为看起来到了公开女子组，大家在直弧上面可以把弧送在一个比较深的位置的情况之下，你挡得比较高，效果就会比较不好。对。那像昨天青年女子组这个位置可能就可以接受，因为青年女子组可能没办法送这么深，对，稍微送高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对。那同样也是在直弧上面力道放比较大，所以就没有特别去帮忙刷冰，而且甚至哇擦了一下之后，弧也没有留住，也没有成功的推高到台山队的黄色色弧。那这一局台山队是后攻，那后攻的话，除了说赢下这一局之外，就是还要想办法得更多的分数。对，尤其是最后一局，都希望会是所谓的加分机会。对。哇，要被刷掉了，出去。不过我相信昨天的比赛，这2队应该也都有留在场边看，所以有大概去 figure out 说，哦，我昨天观察到青年女子组这边的一个状况大概是如何这样子。因为赛程表我也是昨天就收到，所以会知道说我们到了今天会是在哪一道，大家都会稍微看一下。那其实这4个道它都有不同的冰况。对。
3个人来刷。哦呦，这边是有停留在中线偏右的一个位置，就是有一个保护的效对，果。但是这个是一个保卫弧。那因为重庆国中是先攻，那先攻的话，其实只要拿1分都算赚到。现在看起来，在中线右半边的只有一个黄色弧。那因为我们台湾这个是在综合冰场，所以呢，它一般来说综合冰场的四周它的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呢，就是靠旁边的冰道可能会有一点点斜斜的。是，所以综合冰场就是这一个冰场。同时还可以提供花式溜冰，对 ，hockey， 对，冰球也会在这边打，对，这是综合功能，就是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做。对，那如果是专业的冰壶场的话，它是非常平整的，就尽可能的去减少到场地的变异。对对对对。但没办法，因为台湾现在的冰工真的就是，其实有就我觉得有就很好了。对。小巨蛋应该已经算是最大的冰宫了。对，它其实是算我们可以找到场地里面算最好。第2回合两队的最后2局，这个顺序应该就对了吧？对，这次就没有错了啦。对。看看佳琪能够把这一壶送到什么位置。顶了一下黄色色壶，哇，这样哦，成功的切到。红色还是比较近。台山队还有2次直壶的机会。对，他们是后攻。在后攻的情况之下。最希望的就是不可以让对方来得分，对，甚至说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拿大分。但是这个情况，因为里面红壶太多颗了，所以拿大分可能不太，但是至少不要让对方偷走这一局。所以台山队现在的这2局要来保卫自己的后攻局。一样选择要往中线的左半边来做进攻，应该说是画面上的左半边，不过以选手的进攻位置来讲的话，是他们的右半边。希望直接留在大本营里面，但是力道好像大了一点，连刷都不用刷，稳稳的就出去了。如果打到后面的话，就会越来越熟悉冰况，打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好。那前面1、2局的话，两队都还在解读这个冰况。重庆国中最后一支，这边一样是要往画面的左半边来放壶。这个位置感觉是要挡住台山队等等，如果最后一支，因为台山队已经有连续的2支是希望送到这个位置，对，他就把这个路把它封死。对。知道什么？哦，这场裁判的身影还蛮应该也没事，应该也没事。这个应该只是稍微请教一下，对，提醒一下。哇，那因为前面也挡了好几颗红壶，其实这颗红壶其实蛮难打的。对，虽然比了这个位置，但是要很准才能够通过前面有2个红色色壶的一个防守。
顺着弧，希望不要引导到离中线太远。哇，这个引导的很漂亮哎，是蛮准的。哇，可是还是力道大了点。对，弹道走的很漂亮。对，只要差一点点力道。对，但是力道上面的话大了点。那这样的话会是重庆国中再拿下第2回合。对，他等于是偷掉了这一局。对，偷掉了台山队的后攻局，重庆国中连拿2个回合的分数。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连拿2个回合，重庆国中现在在大比分上是2-0的领先。那台山队在第2回合原本是后攻的一方，但是最后是没有保卫住。但他们在这一回合还是后攻，对，所以还是后攻，依旧是有机会能够在第3回合来破蛋。对。来看他们的第1局，哇，力道大了，没有停留在大本营里面。那重庆国中的话，目前在这2天的赛事，在预赛的阶段里面，1胜1败，对，1胜1败。他们是输给了新竹县滨湖协会，不过是赢了小羽翼。所以如果赢了这一场，应该就是打冠亚军。对，那台山队的话，在这一场之前是2胜0败，他们面对到小羽翼，还有面对到新竹县滨湖协会，最终都有收下比赛的胜利。对，所以台山队如果没意外，台山2胜，对，因为他们是四组循环，就看小羽翼跟新竹县滨湖协会这边会不会去对，如破了这个如果有平如果有互咬的话，对。我目前台山队毕竟已经有2胜在手，所以对，还是握有先机。分组第1或分组第2至少都是可以进。因为在公开女子组里面就是只有4支队伍，对，所以取2名来做今天最后的决赛。对。但我们今天最后在8点半会看到的是男子组的决赛。对，我也会上场，所以我会看到老师你。对，那因为我们早上就算是爆冷门。你们算爆冷门？对，我算爆冷门，因为我全国赛是跟比较不是专业的队伍一起打。然后我们早上的对手是从美国跟加拿大回来的选手。对。所以你们早上是赢哪一个队伍？我们早上是赢小神童。石虎小神童。对，他们是美国跟加拿大回来的选手，他们都打过国际赛。但你们如果这样看的话，你们早上赢的分数蛮多的，10-1。对，因为我们对于冰面的解读比较了解，这样。石虎小神童平均年龄多大？应该都30岁以下。所以他们叫做有的是大学生，但他们应该算中年神童了吧？对，但是他们之前都是从小打到大青年队的选手。对。这小神童现在已经都是对，那其实事实上他们的技术还是比我们好，但是对于冰面的解读，可能我们算地主队有优势，对，算地主队有优势，土地公有保佑，所以其实这个场地我觉得蛮容易爆冷的。
所以也算是侧面的去呼应了老师您昨天的解读。对，就我们今天早上自己就爆冷门。还是其实老师你们真的有变强，只是你们我们也没有很多，但是就是又变更强。以技术来说，应该还是对手是比较强。我们再回来看重庆国中台山队公开女子组哦，因为他们目前还是在小组的预赛阶段，他们小组的话是一个循环战，有4队。希望再插得深一点。不过停留在这边还算是可以接受，因为才正准备要进入到续盘的阶段。对，等下可以有机会把它敲进去。在大本营的前缘，大概2到3颗弧的距离都是 OK 的。对。我目前大本营里面的话是重庆国中一个红色的色弧，而且它前面还挡了一个黄色的色弧。对，有时候自己的弧也会变成帮对手防护到。力道放的比较大，想要把自己的弧给顶到大本营里面，但是因为力道真的比较大哦，所以反而是对，但是变成取代他的位置，其实也没有伤害很大。不过这个因为是换自己的弧，对，所以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对，最不好的就是把别人的弧敲进去。对，助攻到其他人，助攻到别人。我记得我昨天第2场比赛就看到很多这种情况。对，其实有一些队伍他们在战术的选择上是比较冒险，那这样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状况。那黄队也选择用敲的方式。不过黄队的大本营前的弧都是有留住的，都是在红线内。对，这都是等下可以利用的弧。对。不过围了这一圈，其实也是让重庆国中现在在大本营里面的红色的色弧，感觉好像前面突然间多了一排敌对的保卫军。对。那对于先攻的重庆国中来说，他其实只要能拿1分都算赚到。他点了一下自己上一颗所直到的这个红色色弧，对，他们是想要打同样的路径。对。但这一圈感觉好像真的有围住。对，要看有没有别一条路可以走。台山队现在应该是要试着直接先进到大本营里面。对。好，会先顶到自己的黄色色弧，看能不能够把它顶进大本营。敲进去。哇，2次的反弹之后，还是止步于大本营前。对。指这个位置，准备要直接做推高咯。重庆国中现在所比的这个落点哦，是想要来开辟一道新路。看这个力道好像不是要推高，看他要怎么办。还是就只单纯想 freeze 上去？这个力道他只是要挡而已的，他只是要挡在前面。所以他们其实在这边就开始在布局对，因为他们其实只要得1分都算赚，所以呢也不用太贪心。
就我把你接下来这3次的直呼可能会走的路线，我就先挡一挡。对，先把它封死掉。但是因为黄虎在前面还很多，所以其实台山还是很有机会可以得分。而且重庆国中在大本营里面的这个红色色虎，其实离圆心是有一段距离的，对，也不算太近。所以台山还有3次的机会，看能把自己的虎撞进去。台山有2个黄色的色虎，就在大本营的前方。再顶一下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没有办法停留进去？重庆国中应该还是会选择要往画面的左半部来走。对，因为无论是他们直接往大本营走，又或者是在大本营的前方先停下来，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对，就是如果丢太小力的话，它还是可以当做一个防守。那当然最好是可以把自己的虎丢进去。你要把它丢进去，留在里面。好，再送一颗进到大本营里面，不过还是比较外围哦。对，而且其实可以看到刚刚最后的那个轨迹，照他们所旋转的那个方向，跟他刷冰的那个方向，他其实应该要再往中线这边靠近一点。可是，但是应该是场地还是有一点点对，胡就是默默的，怎么又往外面偏出去了？那我们会看到，就是现在就是有林子在清理那个冰道。那我们平常就是没有在，不是轮到你丢的那位选手，他们就会稍微整理一下那个冰面的状况。那有可能会掉一些什么头发啊这些的。哦，对，就顺便把它扫一扫。现在台山队最后的在确认，到底他们该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胡送进去大本营？对。因为最后的2次直胡，这个就是必须要去做关键。因为如果没有好好打的话，它里面是有2分，红队是有2分的。因为在前面续盘中，其实台山队已经有做出想要先把胡送进大本营的尝试哦，不过最终的效果可能都比较不如预期，都差一点点。还要更改一下策略。哇，这一直其实花了比较多时间。对，因为这一直很关键。好。来看这一局最终的效果会如何？再顶一下，往大本营里面，哇，还是差了一点，差了一点。现在仿佛是成为大本营前的2尊门神。这其实蛮难控制，因为太大力有可能把它消出去。
然后画面上面有看到有一条路哦，所以重庆国中应该就是直接定位，看自己的准度了。感觉还想要再进去一颗，对，多抢一颗。进到了摩擦力最大的地方，好，最后是过了红线之后停了下来，对，还是有保护的效果。我在红线前的这2个红色色弧，会让台山队是完全没有办法选这条路的。对，他就只能靠，就是刚刚的那条路，他们就要再重走一次。对，但是力道可能就要再控制一下。好，最后的一直机会，后攻的台山队。但他们的压力一样在哦，太大力反而就是又顶了出去。对，那太小力的话又怕进不去，进不到红线里面。所以其实这一颗是蛮难打。昨天的最后一直也是交给张玉轩。哇！结果顶到了自己前缘。前面还有一颗黄色的色弧，上一次是有绕过去哦，这一次就没绕到了，非常的可惜。对，张贤是笑笑的过来。那这样的话是重庆国中连抓3个回合，而且这个回合他们还是又多得了1分哦，又算又偷了一次。对，又偷了1局，同时再多得1分，连偷3局，目前是4比0，暂时领先。1分、1分、2分，对，这3个回合都被重庆国中拿了下来。对，尤其是第2回合跟第3回合，因为重庆国中都是在先攻的情况之下收下的分数。第1回合就是先攻了，哦，所以他其实是连3个回合都是先攻，都是先攻，所以其实对于台山队的话是很可惜。尤其是第3回合还是拿2分哦。对。来看到第4回合，因为在有拿下上个回合的分数的情况之下，所以就是重庆先攻哦。选择直接进了。比较早进到大饼，有的时候会有可能到续盘就留不住的问题。对。所以目前还不确定这一颗弧的落点哦是好是坏。对，因为他一开始有进到大本的是可以把它撞掉的，但是以今天的冰况来说，其实蛮难撞的，还是难的。对，那个场地还是有一点感觉有一点点斜斜的。而且对老师，你们今天早上面对石虎小神童也是在低场地，所以你对低场地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就其实蛮难打掉里面的。这一颗台山队也直接送丢的也比较近哦。
这个可能是刚过红线就会差不多咯。3个人来守。然后在大本营的前缘。那台山要赶快想办法，能不能得到不止1分？这一支台山队也是放到了大本营前哦。比了一个7，那是因为为了方便就是判别位置，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冰湖的场地。包含前面的防守区划分成10个区。哦，那我们在丢的时候，就是会报说它是在我们要丢到哪一个区。刚刚比了7，现在这个位置应该离7是有段距离。7的话是那个中心点，对，7是中心点。7是中心点，那这个就丢到了9区了，就是后面的。那从最前面的那个前直线那边算。算1区、1区、2区、3区都是在防守区。那4、5、6、7、8、9就是在后面的耗时的地方，就是在大本营的地方，就变成一个9宫格。对，就是一个9个区域这样子，又方便沟通。那在刷冰的时候，刷冰员也会报说，这一颗湖有可能会落在哪一区？哦，对，然后4个队员沟通说，要不要继续刷这样子？所以9宫格看的话，是由直湖的这一边开始算，1、2、3、4。直湖这边开始算，从那个过了界内的那条线之后，过红线开始算。对，过红线之后算也分9个区的。所以5的话才是在圆心吧？不是，它每个区的大小不同。哦，所以不是那种像棒球一样是很平的它是7的话，它不是9宫格，它是横的。OK， 它是横的。好，现在已经要进入到续盘喽，所以这两边。每一个湖的位置，也包括是可以去做 take out。对，那现在看来是台山比较靠近中心，那想办法看可不可以再多得几分。两队剩下4次的直湖机会，所以是有2个人次。哇，这个力道是大了，刷了太多了。对，直接穿了大本营。我这一条路是康庄大道，对，目前这条路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遮蔽物，就看谁可以停在里面。
然后那些选手他们会喊 yes 跟 wall 就是比较刷，就是停住了，对，就停。那 yes 就是刷。结果是靠着自己在防守区里面的黄色色弧，对，也是稍微减缓了力道，停在了一个还不错的位置。对，有机会可以得2分以上。刚刚有稍微比，希望要往画面的左半部来移动。对。哇，停不停得住？但是还是远了一点点哦。对，但至少可以减少一个，少了1分。对，让台山队目前少1分。对。但是台山队毕竟是后攻，他们也可以选择做 take out， 或者是再把距离圆心再累积一点哦。稍微有点往旁边偏掉喽。好，顶到自己的弧，而且这样的话距离圆心好像变成是重庆国中哦。这个偏离的失误，对，所以在战术的选择上，就是，不过为什么刚刚他们会往那个地方点？我在想，好像中线感觉有点凸起来的感觉，有可能是在撒冰的时候，可能中间的撒冰点的时候，可能中间的冰比较厚一点，对。那如果他们刚刚选择是直接往重庆国中在大本营里面的那个红色色弧去做瞄准，也是可以，但是容错率会比较高，有可能。但刚刚其实一开始看的路线是没问题的，但是那弧是到后面才偏的，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场地的关系。好，再来看一下重庆国中。好，穿过去。他本来是想要撞那个黄色的色弧，想要再把它撞偏离，甚至是直接出大本营。但最终是没有擦到边。选择再试一次一样的路线。好，会顶到红色的色弧，漂亮，3分，有机会得3分。哇，如果得3分的话，一口气就追上来了。对。而且因为现在重庆国中这边只剩下最后一次的直弧机会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做抉择。对。大本营里面的这3分，算是。左边一分，然后右边2分，右边只能选一个方向来丢。力道好像有一点短喽。哇，那这样子可惜，看能不能再多得1分，4分，3分或4分。现在台山队就是比准哦。对。3分或4分，已经先保底3分了。看起来好像是2分，因为有一颗红色，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近，然后我看一下。台山队最后的这一支，
看起来是想要直接往大本营送就好，对，不做其他的事情。哇，但是没停住。是3分没错，是3分啊，对，3分。好，那这样的话，这一回合台山队顺利的破蛋哦，并且是一口气拿了3分。那这样的话，等等的大比分在中场过后会缩小到只有1分的差距。那领先的依旧会是重庆国中，不过台山队有追分，我想对他们下半场会有帮助。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4-3，在上半场4个回合，台山队光靠第4回合的3分大局，拿下一个大局，这样压力少了很多。所以他们是一口气把分差追到了只剩下1分的差距。台山队如果这一场比赛是能够抓得下来的话，他们就等于是在小组的循环赛里面3胜0败的，对，全胜之姿啊。不过这个会是重庆国中这场比赛第一次他们是后攻。对，真的，对。因为上半场4个回合他们都是先攻。对，所以看能不能把握这一局，看能不能拿一个大分。有进到大本营，但稍微是停在了偏后侧一点。对，那个时候放太后面，反而会成为另一队的一个垫背。对，另外一队可以把它利用成一个垫脚石。对，就是可以防止拿来做刹车的。对，拿来做刹车。这种类型的运动可能在观念上会是差不多的，包括像法式滚球，对，地板滚球，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一开始先放到后侧的话，但同时也可以是自己的垫脚石。对，就看什么时候会去利用到，对，怎么使用它。其实冰壶跟滚球的规则还蛮接近的。而且还是有一些特殊性，像混双，对，前面是有一个定位弧的这个规则。对，那混双其实它的观赏性，蛮高的，因为它策略更多，尤其是因为有定位弧的关系。对。有过红线，因为现在是第一个人次的这2支，所以还不用说一定要直接进到大本营，对，放在前面都是可以接受的，做一个布局。这个落点其实是蛮漂亮的。接下来要进入到第2个人次。那刚投掷的那个江小辉选手，他其实现在是在美国留学所以他有参加当地的冰壶的俱乐部这样。知道是在哪一州吗？好像是德州吧，我也忘记了。也就是在留美，也是西半部。哇，差了一点点有过线，所以变成一个无效的直弧。顶了一下红色的色弧，哇，反而进去里面。对，结果红色的色弧反而是进到了大本营，但是还蛮外围的。
而且两边目前还在续盘阶段，所以这两个在大本营还不确定，都还不确定，对。尤其是刚刚被顶进去的那一颗，就是真的在耗时区比较外围的一个地方，也不一定有作用。就在窗户旁，随时可能会被推走。对。力道比较大，所以就不刷了，这又会直接出去。第二个人次轮完，准备进到的是第三个人次。目前大本营里面依旧是只有重庆国中的2个红色色虎。对，看能不能得多一点分数，因为毕竟是后攻。那其实这些场上选手他们也都会偶尔都会到国外去做异地的训练。就近的话，应该就是日韩跟中国。对，中国的话，离我们最近的是广州。广州。但是因为冰壶场在中国的收费非常非常的高，是贵的，非常贵。哇！顶到了自己原本大本营里面的一颗红色色虎，而且取代的位置稍微又偏出去一点了，反而更不好。因为昨天我记得是庄老师有告诉我说，在广州还有北京这边也是都有训练场地，不过他没有讲到比较贵。比较贵，非常非常贵，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人玩得起。平均一个道、一个赛道租1个小时，要台币1万块。哇！我觉得这个价钱非常不可思议啊。那在日本的话，日韩的话，大概2、3千块台币。哦，对，哇，这个真的是差蛮多的。对，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价格会差这么多，可能成本也有差。地区对。不过在中国那边，冰壶的文化有算是比较平民运动吗？还是比较精英化？其实他们也是有俱乐部，但是没有像是日韩那么的普及。哦，那可能是这个差异会导致它的收费就不一样。对，有可能就是专门在租给这种有在练的团体，比较高端的。对，有可能。日韩毕竟可能是希望能够平民化、普及化。对。就是在日韩那边，很多小学生啊、中学生，他们其实就会接触到这个运动。那甚至说学校都有社团或校队。对，昨天是老师您跟我讲，在北海道那边，对他们有体育课，也有冰壶。在体育课里面就可以接触到冰壶。对。那我们之前到北海道那边去受训，就是他们也是用体育场。那他们体育场的话，夏天就是当做打篮球、打排球，那冬天就是拿来打冰壶。先看一下在大本营里面，这个又送了一颗进来哦。对，非常的近，可是前面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也是有可能会被敲掉。因为现在两边都还是有最后的这2支。不过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运动的季节性，这个在北美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他们会把每一项的运动区分季节。那也是因为这样，我们会很常提到，在北美这边去接触运动的时候，我们会说所谓的双期或3期。哦，对，就是在不同的赛季，然后玩不同的运动。因为他们其实就已经有这个概念，所以也不会
因为在台湾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教练会觉得说，你怎么来抢我的选手？我的选手还是要去训练。但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以青少年来说，是接触到越多种运动越好。对，那像台湾的话，哇，这颗干嘛敲出去？这也算是1换1，而且对，它是红的还是红的比较近哦。对，重庆国中毕竟是后攻，他们都还是有最后的直弧机会。对。因为像是我们一般就会认为，在篮球它是属于一个冬季，因为它是室内运动，所以在北美那边会下雪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把他们的运动季节拉到室内去。那篮球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像看 NBA， 它就是10月份开打，然后一路打到3、4月左右，就是 Playoff， 就是有一个赛季。对，那像是 NBA 现在已经打到了算是西区的决赛跟东区的决赛，因为整个赛季准备要结束了。那其实冰湖它也是有它的赛季，对，它就是夏天它就不是冰湖的赛季，它大概就是秋冬这个时候。是，我这个概念其实在台湾就比较容易，因为台湾是比较偏专项，就是你玩什么运动，我就是从头到尾都玩那个运动，一年四季就是一直在碰那个运动。对。那因为很多的学生他其实不一定是要当选手的。对，但是以台湾来说，你每项运动如果都是练那么专精，你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别的运动。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甚至有些时候，先不说教练之间的不愉快，他可能也会怕选手受伤，就会去做限制，超坏的这样子。因为我们最常听到是有一些运动的选手是不能去打篮球。因为不能玩那个比较容易受伤的运动，对，怕有这种 body content， 然后就很容易让选手比赛前怎么这边淤青，怎么那边痛。然后现在先看到台山队最后的这一局，我目前大本营里面澎湖是比较近一点，但是剩下的是1分。看这一颗留不留得住？有进到红线了，看起来是会停下来，但是能不能够再往大本营里面靠？比较近哦。好，取代了原本在大本营里面的红色色弧，对，更靠近了圆心。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偷到1分。再看到重庆最后的这一支机会，因为2颗黄虎它是蛮靠近的，所以它是有机会可以一次打掉2颗，12秒。对，通常这个要先瞄现在画面的左边还是瞄右边？就是看他要都可以，但是就是看他要怎么撞，就像是在打保龄球要去解那个。对。好，我们看看他的选择，这边应该就是想要一次解决，但是看这个力道，好像又不是要撞，可能看一下，看是也有可能会丢进去。哇！太小力，太短了，被偷掉1分。这个应该是刚刚是要直接进去，应该不是属于选择要撞。好，那这样的话，这一回合又被台山队友再追1回合回来哦，而且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对，4比4，双方平手。
4-4，现在要进入到的是第6回合。不过刚刚在上一个回合最后的那个选择，老师想要邀请你来稍微谈论看看，那个选择算不算是比较保守？你说这个选择是比较保守？对，就是他选择是我要把壶直接送到大本营里面，而不是去做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就是我去碰，对，我去碰对方的色壶这件事。因为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前面刚刚那2颗黄壶的前面有挡了1颗壶，他有可能怕打歪了。哦，对，所以可能这样子的方式也是其实也是可行的。对，只是说力道的控制上没有做好。那接下来就要来看第6回合，因为两边目前的大比分4-4，等于说现在就是最后的这3个回合来决胜负。对，那以这次比赛的规则，如果双方最后的比分是平手的话，在预赛的话，就是按照前面 LSD 的成绩来判定胜负。那因为这次 LSD 的话，台山队是比较靠近的，所以如果平手的话，那也是台山队获胜。所以所谓的前面的 LSD 是最一开始要去比谁先攻后攻。对，除了比先攻后攻之外，它还有就是判定胜负的一个作用。好像所以最一开始那个蛮重要的。对，非常重要。而且其实在国际赛事上 ，LSD 的越来越被重视。所以只有混双会就是让他们在最后再来做直呼。可是如果是在4人的团体赛里面，就是直接比最一开始的 LSD。其实每个赛事它不一定，就是看各个赛事是要怎么来定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就要尽可能的不要去平手。对，因为这一场是选择先后攻的是台山队，对，所以台山队 LSD 只要在追平的情况下，他就是立于不败，对，他还是获胜。对。2颗红壶都有碰到前缘。好，这边身体没有站稳，这就是滑倒。对，但是看起来是他已经出手完了，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没留住，还是直接穿了大本营，对，一箭穿心。那大本营里面目前是台山队比较靠近圆心，对，但是他前面还有2颗红壶，所以其实重庆国中要把里面的黄壶打掉，其实也是有难度。我这2颗的红壶都是在画面的右半部，左半部这边应该会有一条路是进得去的。但是因为黄壶离中心还蛮近的，看来好像会撞到哦。结果是用 pushing 的方式。哇，那现在反而是红壶比较有利，而且前面还有保护的壶。比了一个赞，因为这弹道算是走得蛮准。对，那刚好是躲在红壶的后面，所以有保护的作用。不过距离圆心的话，还是算是比较外围啊。而且现在是有一颗红的在里面，比较靠近的。反而敲紧。哇！应该再远一点，应该是会出去。好，最后是直接让他出了大本营。至少先把
右翼这边的防卫弧给清空。对，至少开一条路出来。看起来对于左半部的黄色色弧有不同想法，好像有点快。哦，结果是顶到了自己的红色色弧，反而是把在前面的红色色弧给打掉。对，那出手的时候就一开始就有点偏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丢的时候，有可能会丢歪，但是这个时候就是看临场的反应，看他要刷他不刷他，或是要让他故意让他跑出界或怎么样。所以面对失误的话，面对失误，然后每个队伍的处理方式，这个也是冰壶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不过，老师您刚刚的意思是说，刷冰是可以试图去弥补掉他的这个失误的？对，大概是可以调整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到完全，大概可能占直壶还是最重要的。那刷冰大概就是20%到30%的影响这样子。大本营原本的红色色弧被 take out 了，对，现在反而是黄色的占领大本营。啊，如果这一局因为这样又让台三队拿下来的话，那至少刚刚上一次自己把自己在前缘的这个红色色弧给打掉的这个失误是会被放大的。对。这一颗也是打的一样在做 take out。看起来好像红色比较近一点。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下半场其实两队对于冰况都已经掌握度非常高，所以看到 take out 的那个成功几率也整个提升。台三队接下来应该也是再做一次 take out。对，看起来应该是。好，但是 take out 是一个1换1。所以现在是让大本营里面只留下了一个自己的黄色色弧。直接进到大本营，而且是在红色圈。对。但是前面没有任何的保护。台三队也是可以选择直接做 take out。对，而且特别是现在我看两队对于冰况都已经掌握度都已经很高了。也要轮到是最后一个人次，宇轩。结果是顶到了自己的黄色色弧。
那现在前场是整个防守区都是净空的对状态。在自由防守区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射，对，所以就是可能大本营前会直接被攻破。对，可能还要找看能不能保护这样子。大本营内目前是一红一黄，黄色的色弧在比较后面的位置。那红色的色弧会比较靠近圆心，对。但台山队还有最后一指的机会。先来看一下重庆国中的这一指，看起来是要放在前面做一个保护的，可以进来。这也是一个，而且这个也是1分哦。如果说能够一直停留在这边，并且没有另外一个黄色色弧，只能挑一颗来打，他就是给了一个选择题啦。对，只能挑一颗来打，因为这2颗其实离得有点远，要打其实也打得到，其实但难度非常高。而且这个选择就是代表他们真的对冰况是有熟悉了，所以他们就选择好，我丢选择题给你。对。这个情况也可以打前面的那一颗红弧，然后跑过去撞另外一颗。哇，那这个难度会比上一个还更大。对，这难度很高，所以我在想他们可能不会选择这么高难度的打。如果上一个没做这个选择，那这个做这个选择。对，因为离得越远是越难打。因为上一回合也是有这个类似的状况啊，而且难度还没到那么高。然后选择先把近的打掉，哇，那其实还蛮准的。而且会取代更靠近圆心的这个位置。这颗丢得非常好。好，接下来是重庆国中，他们就想都不用想了，直接做take out。就最后一颗。打到就take out，如果能够留得下来就是2分。哦，这一回合的take out大轮者。对。所瞄准的弹道会是黄色的色弧，感觉是偏，稍微有一点偏掉了。对，哇，结果是没有碰到。对，所以这一分还是在台山队的手上。哇，从第4回合开始，连下3城，连偷3局。现在不只是追平了，还一口气把分数给反超，领先的优势来到了台山队的手上。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从第4回合开始，台山队是3分、1分、1分，所以现在反倒是把分数给反超过去了，拥有了1分的领先优势。对，那现在剩下2局，但这个回合的话，重庆国中
是后攻，所以还是有机会来创造大局。因为1分的话，其实是蛮容易追的，这都还说不定。对，会不会到最后真的又再一次平手？平手的话就是依规定是台山队获胜。那刚刚台山那个黄虎是压在中线上，那依照规定的话，现在是不能把它撞离开中线。前5胡哦，对，你是不能去把它撞离开中线。它可以碰到，它只要还有它可以碰到，然后往后推，但是不能离开中线。直接进来里面。陈金国中是直接把红色的色虎给送进大本营。比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要 take out。力道够不够？也是送进大本营里。对。但其实也蛮靠近大本营的，所以红狐要再多拿1分也是有难度。我等等是有机会直接做推高的，所以也很难说。对。做一个保护。自己走一走，突然间滑了一下。对，因为其实冰面还蛮湿的，所以其实有一些滑倒的状况。这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这种滑法，因为他是在完全没注意到的情况下滑倒。对，就是没有保护。这边偏离的，这轨迹就蛮大的，蛮大的，对。那其实这次比赛会看到有很多选手是在出手的时候滑倒，那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冰它速度非常的慢，所以你要用更大力去提，那更大力气的话就会减少它的稳定度。对，这次其实在直湖端上面看到蛮多，就是因为要出来之后就滑倒啊。对，特别是女生。比了个5区。对。如果刚刚说7是在圆心的话，那5区的话就是比较偏前缘，它前面的一点，对。5区大概就是那个白色圈。哇！结果是助攻到了对方。对。还是他的意思是我要把黄色色虎送到5区？应该不是啊，应该是不小心撞到了。但比较近的还是重庆，而且台山这2个大概就是在5区的黄色色虎，对，反而在前面是变成了一道壁垒。对，但是也可以靠着撞自己的黄色，把另外一个黄色打掉。如果打掉的话，是有得3分的一个机会，所以可能台山队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看能不能够碰胡。对。2队都把胡都敲进来，但看起来我现在是希望把前面的自由防守区稍微清一清。
也是有可能，对啊，就是要执行下一个战术。对，续盘前的时候先清一清。就这两边在有掌握到整个兵况之后，就开始会去思考，会去做比较多提前的预备动作。对，布局差不多就要开始。这力道放比较大，不过想就让它直接过去。对，就前面都没有任何的遮蔽物。那刚刚那一弧就是他没有去转那个弧，所以呢就会发现它会有一点点漂移的感觉，有点像蝴蝶球。对，有点像蝴蝶球，只是没有旋转这样子。那在冰壶我们在投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投顺时针或逆时针，会选一个投，那不会去投不会旋转的，因为会减少它的稳定度。看来是要撞了一下，对，应该是要撞前面那个黄色。我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弹道应该是稍微跟自己预期的不太一样。对，但是前面那条路就变得更空了，所以下次执行的几率可能会不高。我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在大本营里面，如果能够把那个红色色弧给take out的话，那这会变成台山队一个大局的机会，是很值得就是很值得。对，可能花1、2颗弧，对，稍微去把中间的障碍物都给清空掉，其实是值得的。哇，不过这几次重庆国中的直弧已经丢偏了，这个路线已经穿2次哦。对，看起来那个场地有点可能因为冰有点融化，可能会有点越来越斜的感觉，所以那弧度都还蛮大的。扣了一个可以大力一点没有关系。对，因为毕竟他有3颗的机会，只要3颗有撞到1颗都划算，所以可以试看看。好，碰弧，有得，现在是目前是2分领先。而且在前面这样一排哦，一眼望去都是黄色色弧的情况之下，对，换重庆国中这边要来烦恼了。对，他如果不小心撞到的话，有可能把别人撞进去。现在重庆国中可能会用比较大力量，想办法把里面的弧都清掉。来看看会不会做大本营的爆破。那感觉力道没有放的特别大，而且弹道对太小力，那他可能应该不是要撞。两边的最后一个人次，重庆国中
好像突然间对冰况的掌握度下降，对，连续好几颗都丢歪了。这应该算是连续的第3颗，因为前面的2颗是都直接穿了出去，对，穿越了大本营。那这一颗的话是歪了，力道比较短嘛，还不至于到穿出去。想办法再多得分。看一下防守，放在前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把他们的路都封死。不过重庆国中他连续的这3颗所选择的是画面左半边的这条路，那台山队因为他在很专心的做布局，所以他其实都是走右半边。对。那其实我在想，应该是他要直接进去吧，他也有可能是要减少10分。我现在就是可能重庆国中对于画面左半边的这条路不熟悉，也或许台山队对这条路也是不熟悉的。对，因为这2队可能现在都是比较偏向画面的右半部的这个选择。对，只是因为重庆国中被迫只能走那条路，所以他们必须要再去 figure out 出来所以是整个他冰况比较不熟悉的路径。而且到了这边，感觉摩擦力就会加大。对，它弧的话，速度越慢，它就是会越快停下来。哇，这样的话就尴尬了哦。现在这个时机点没有办法直接把弧送进大本营。对，有可能会被得3分。好，台山队第7回合最后的失忽机会。比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再多送几颗弧进去，看张玉轩有没有机会。我看这力道可能是要在前面做一个保护，就单纯做保护。应该是要进去。然后结果顶到这里，反而清空，这样反而给了重庆国中一条路可以走。不过对于落后的重庆国中，现在也只能赌一把，就是走看看比较冒险的路。旁边现在在画面右手边有2个红色的，没有在里面。这个会是可以瞄准的点吗？可是他在更前方还有一个自己的红色。我在想，他或许是要直接打进去中间，直接打最里面的那一颗黄虎。那他就必须还蛮准的哦。对，就是要从要从缝隙当中过去，但是他现在也只能这样子走。目前大本营里面，台山队应该是一个会有3分哦。对，3分。但这个力道好像比较短呢，有点太小力。用刷的也没有办法来弥补这个力道短的事实。所以最终的话，看一下大本营里面3分或2分，应该是2分。好，但无论如何，台山队从第3局开始是连下了4成，对，而且也是连续的在3次他们先攻的情况之下收下了分数。对，那现在这样的话是会把他们追过去的领先优势再扩大，是拿了2分。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看看。
决战的第8回合。对，目前双方是3分的差距。3分差距其实一局其实蛮难追的。从昨天对于得分的期待值来讲，1分到2分啦，是比较平均，对，比较平均的。对，到3分我就觉得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进账了。对。但台山队其实在这场比赛里面第4回合就是拿3分，而且那个3分士气大振。对。但是因为重庆国中他 LSD 比较远，所以呢，他要赢的话要拿4分。对，那就是没有追平的本钱了。对，你要追就是一定要反超。所以现在每一颗都很重要，都不能让胡出去。不过这边我先询问一下老师您，我昨天在第2场的时候又有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基本上在确定追不到的时候，对，他们就会握手言和。对，就是握手就是。那如果现在我们看他是3分差，可是我们刚刚也知道，在赛制上面最后追平是要看 LSD 的情况之下，对，没有延长赛哦，就是直接看 LSD 的这个数字，所以两边应该都有底。对，那重庆国中是会在确定4分追不到的情况之下握手言和，还是3分？其实没差，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自己觉得 OK 就好了。哦，对，所以不一定是要追不到，就是你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对，差不多没有机会了，那就是可以握手。那这个的话，包括老师你们今天早上面对石虎小神童的那场比赛，其实也是10-1，那个比分也是比较大的。对，所以我们没有打第8局，所以就是接第7局差不多。对，因为差9分是不，因为只有8颗胡啊，所以差9分是不可能追。对，而且在冰壶里面是没有像滚球那样有所谓的犯规之后的罚球。没有。我这时候也要提到体力老师所讲，这是君子的运动。对，所以其实2队讲好就好了啦。那其实，在国外，它是一个很多都是跟边打冰壶边喝酒，对，就是一个它是就是俱乐部的啦，不是那种正式比赛，就是一个很轻，它其实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运动，对，一个 social 的运动，对，所以它在规定上其实它也没有到那么的拘谨，而且因为你其实心理上面是很放松的，所以对，大家也比较不会那么去计较。如果像老师讲的，你可能是在酒吧里面，对，或者是说大家真的就是一边在品尝美食，一边在喝酒，一边在放松聊天的情况之下，对，突然间有人去跟你计较说，这个1分我还要再丢，或者是怎么样，对，这个可能大家都觉得好没关系，无所谓。对，所以这个其实冰壶它就是一个一个社交的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运动。你昨天也有提到，如果说今天是乐龄阶段的话，你反而还多了一个功能，就是你在这个团队之间，你不只是跟队友之间的沟通，对，你跟对手之间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聊天，大家在分享。场下聊天、看比赛，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我觉得其实蛮适合台湾的啦。对，就是重点是他运动年龄非常的长。唯一一个比较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兵工真的没那么多。对，就是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冰壶场这样子。我觉得每一颗都很重要，现在只要出界1球都是少一个机会，所以今年都要让胡留在场上。这个是直接力道太大哦，穿越了大本营。对。目前比较靠近远星的是台山队，是黄色的。而且重庆国中从上一回合就感觉在冰况上面是判断掌握度就对出了一点乱流的感觉。放在这个位置是能够来做保卫弧的，所以是可以接受，在大本营前方。那台山只要就算输掉这一局，也还是有可能会赢掉比赛，所以他的压力是没那么大。对，他的压力一定是比较小的。这边有扣了一个先丢4
如果我们认为5是在哦，哎，这个还蛮准的，可是他是敲到到自己的壶来停。对，因为还真的就是如他所讲的，先丢到4，但等于说自己又有一个壶没有办法留在场上。对。台山队。就是跟在前面，稍微往后援走了一点，不过一样都是在大本营里面，而且这个是等于又多了1分。对，但是他如果太靠近的话，他如果黄虎如果彼此太靠近的话，他也会让红虎就是有一次撞2颗的机会。重庆国中现在还是有机会可以追分，对，现在可能就是要走比较冒险的路，但是这一个人次就很重要了。对，现在每一球都要好好的利用，因为他的这2支几乎就会决定胜负。对，无论是他要用布局的方式丢，还是他要选择直接来做进攻，这2支都很重要。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就只能做 take out。结果是打到了自己的红色色壶，本来应该是要打最里面的那一颗黄壶。这一次可能对自己来讲是有点失误的直壶咯。对，现在重庆国中如果再丢出界一颗，那可能就比赛就结束。很刻意的往现在画面的右半边来推。对。力道有点大了。但是还是有碰到大本营，就是一个擦边球，不过在后方哦，而且是很外围。重庆国中第3人次，最关键的一颗。第3投手在第2次的直壶，这个真的会是最关键的一颗，因为他刚刚的那个失误，其实留在场上的红色色壶只剩下1壶。哇，现在是变成要先争取过红线，好，过了之后能不能够进到大本营？有就还有机会，就是还有最后2颗，但是黄色还是比较近一点，所以最后红壶要把里面的黄壶清掉。但如果现在台山队直接做推高，对他把它撞掉，其实就结束了，对。但没办法，因为他前面自己有失误，所以现在也只能先这样了。对。台山队如果杀人诛心的话，就是直接做推高，对，然后够准，那比赛其实就是直接结束了。但他们剩这几颗，应该是会把它打完了。如果以这个赛事的话，感觉这边如果缓下来没特别刷的话，应该就是稳稳的要送进去而已。对。这样的话，重庆国中还有机会哦。
他其实是有机会撞3颗的，对，但是难度非常非常高，而且速度要非常快。但以女生来说，而且又是在这样子的冰道，要丢出这么快速度的，其实蛮有难度的。两边都是进入到最后的人次，第4投手。张家齐，那必须要撞掉3颗，而且自己要留在场上。结果是撞到自己，但是12秒。对，但是自己也跑出去了，所以看起来是没有机会，对，完全没机会。但这一次的直弧其实是直得蛮漂亮的。对，追分上面的话，应该就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只剩下最后的直弧机会，自己在大本营里面再怎么多也不可能会拿到第4分。对，不过应该最后的这2次就会打完。不过我刚刚在看张家齐直弧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通常如果是兄妹的一起玩同项运动的话，哥哥的影响力都会还蛮大的。所以佳琪是因为老师您来接触到？没有，我们是2个是同时，我们俩是同时认识的。哦，同时知道这项运动。对，我们同时就是接触到地板冰壶，然后后来才有一起去日本，然后后来才一起就是决定要来从事这个运动。所以你们的同时是2个人各自去注意到了这个资讯，不是，是因为也是因为透过亲戚，我们就是对我们是亲戚在介绍这个运动，所以还有更上面的一层渊源。对，所以其实你看到现在场上很多的选手，他们都是亲戚，包含像新竹那边就是一个大家庭，对，就是很多真的是一家亲，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哦，过年的时候都会看到那种，对，互相要包红包，对，就是表兄弟啊、姐妹这样子弄。那他们可不可以因为比赛赢了，所以红包拿的比较少？不知道这个。所以其实现在最首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扩大出去啊，不要只是有血缘关系的。对。但其实现在台湾玩冰壶，甚至说知道冰壶的人，其实已经很多了。哦，对，这个我是认同的，因为我在这个比赛之前，我自己看冰壶好像也看3年了，当然就是断断续续的啦。但是我其实3年前我就有注意到，原来还有这个运动，我在规则上面的话，的确还是有很多，对，真的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最后的一次直弧，我想刚刚其实算是有出现了一个 highlight 啦，就是在张家齐第1次的直弧，对，那个是真的打得还蛮漂亮的。虽然说对于整个比赛的胜负是无关胜败，对，但是最后还是有能够出现一个个人的 highlight，我觉得这也算是一次很不错的体验。对，分数也多1分啊，对，看起来输比较少一点，输比较少。不过因为最后也没有胜分差的问题啊，最后其实就是看 LSD， 还是没有胜分，对，胜负分。好，那这样的话，台山队7-5，最终会是在小组赛里面取得了3胜0败哦，所以他们会是以小组第1之姿进入到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冠军战。对，那在这场比赛过后，我们在下一场比赛就要等到是5点45分，那到时也请观众朋友们要持续的锁定这场比赛，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场边的陪伴。我是秉承，下场见了，拜拜。拜拜，谢谢。